吵得我连夜间的狩猎训练都没法进行了。自从上次他从黑猫队长那儿拿了个勋章回来，就开始变得每天啥活也不干，总是望着窗外，一会儿开心一会儿忧郁的。再后来甚至闭门不出，成天吃起了各种零食，甚至还喝上了酒，不但把自己弄得醉醺醺的，还变得越来越胖了。所以我觉得他打呼噜可能和这些改变有关。不过咱们还是把自己缩小下去，铲屎官的体内一探究竟吧。你看，现在咱们所处的位置是铲屎官口腔和鼻子的连接处，在这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他在睡觉时是怎么呼吸的。在正常情况下，空气会从鼻腔及口腔进入，经过会厌平滑流入气管。但我仔细观察发现，他由于采用仰卧姿势睡觉，导致舌根后坠，软腭松弛下垂。加上他睡前还喝了不少酒，而酒精会像松弛剂一样麻痹喉咙肌肉，让本就松弛的软腭变得更加软趴趴。同时，由于肥胖，他脖子上多出来的肥肉也从四面八方来挤压气道。以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，就导致铲屎官的气道处于明显受阻的状态。所以当气流试图通过这些变窄的通道时，这些软组织就会像被吹动的风铃一样嗡嗡震动，发出如雷鸣般响亮的声音。原来呼噜声就是这么来的呀！可它有时候还会像被掐住脖子一样，甚至会10秒以上都不出气，然后突然哈的猛吸一口气，就又能喘气了。这种情况一般也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当气道被肥肉、松弛的软腭堵得严严实实时，空气彻底断流，呼吸道也就被完完全全堵死了。那它不会因此憋死吗？一般来说，当血氧浓度跌破90%时，大脑会像触电般紧急启动呼吸中枢，强制肌肉收缩来恢复呼吸。但长期这样折腾下去，越变越严重，他的心脏就会像超负荷的发动机，出现高血压、冠心病，甚至心梗。大脑会像缺氧的鱼，增加脑梗、老年痴呆的风险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缺氧状态一旦严重了，还可能造成心脏骤停，直接让他一睡不醒了。